大家好，我是阿猛师。嗨，大家好，我是米卡。好，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示范一个圣诞节的产品啊。那圣诞节有很多那个节目嘛，圣诞节的周遭有什么东西？圣诞节的周遭，圣诞老公公，圣诞树，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饼干、姜饼的，还有人家外面常在做的姜饼屋。圣诞节这个节日是国外的节日，那现在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国联合国的一个文化，所以说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庆祝圣诞节。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示范圣诞节会有的那个面包，那面包叫安纳多尼意大利圣诞面包。那意大利圣诞面包在制作过程其实它是需要很复杂的过程哈。正统的做法就是你要一块那个百年老面，但是我们没有百年老面怎么办呢？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中种法来做圣诞面包。我在前一天已经有做一个它的那个前置的那个中种，给它发个15小时左右，是20小时啊。那这是前一天制作好的，那它的相关配方我们会放在那个影片的下面，给大家可以去试做看看。然后它的另外一部分就是今天要为大家操作的，它的主要的面团，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操作，包括烘焙，今天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圣诞节之前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我们现在来操作，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前一天的那个中种面团，这个中种面团，这个很香，发酵，整个那个香气都跑出来了，它的组织很漂亮，里面都是蜘蛛网。好，现在把那个面团放进来，然后稍微剥一块一块的，整块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可能会让它乱喷啊，因为一大块这样飘一定乱喷。欧北盆所以那这是2天了，稍微分个几块这样把它丢下去。丢下去之后，我们现在把那个蜂蜜的部分加进来。那为什么要加蜂蜜？蜂蜜就是呈现一个味道，一个层次这个至于要加什么味道，就看大家喜欢。如果说你想要加酱油也可以酱油的味道。那如果说以正统的方式，就是要有那个一些干果。有比如说那个水果干橘子干类似那些还有一些蛋黄这个基本的材料之外，就是味道的方面就是看大家高兴要加什么都可以。最主要它的最正统的方式就是加一些水果干而已。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我们自己我的这个配方有加那个蜂蜜的味道，呈现多一层蜂蜜的味道。然后现在我们那个蜂蜜加进来了。再来加那个盐巴，再来蛋黄加进来，我们先下一半的蛋黄，再来把面粉加进来。好，现在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用拌酥的稍微搅拌，让它那个所有的食材稍微都拌在一起，但没有完全拌在一起的状态，稍微拌在一起就可以了。再把其他蛋黄再加进来。这个蛋黄是要纯蛋黄还是蛋黄？就是全部都要蛋黄。如果你要加全蛋也是可以的，但是意大利面包它最主要就是以这个蛋黄的香味为主，所以为什么要全蛋黄？就它其实就是吃这个蛋黄香那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层次的香味。再搅拌一下，好，再搅拌一下之后，就把那个酵母加进来。我们今天制作的量差不多那个1100公克左右的面团，等一下我们会放进容器做泡培，因为我们那个已经前面有一个用中种的方法已经有前一天去做中种，所以其实这边的搅拌不会很慢，就很快就会成型。但是毕竟那个面粉本身它的精度上没有到很高，我们要呈现那一种像蛋糕又像面包的口感，所以说在搅拌的过程还是会花一点时间。好，那我们把它的搅拌器的这个扇子稍微刮一下。那我会用扇子是不想破坏它原本的那个面团的组织，所以
扇子其实也可以做搅拌面团的工具哦，不一定要那个钩子啊。一般的传统的都是用钩子，要钩子也是可以的，只是说扇子在搅拌会比较快啊，速度上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我们的搅拌的过程差不多都以中速或慢速那边去做搅拌，你也可以用快速，但是快速的时间打的时间点稍微几秒钟就好，不要太久啊。那我们要刮它，刮它是防止说它那个这个过程啊会不均匀啊，而且会拉长时间。那个搅拌面团就是尽量能缩短就缩短，那缩短就是我在控制它的温度。不要搅拌太久，在用比较短时间的方式去把它完成面团的成型，这样，要不然搅拌太久，那个温度会升高，就会破坏一些后面后续发酵，还有出现的成品的主题。好，现在看到我们在搅拌哈，现在还没有到很完整，所以说就是在继续让它搅拌到那个一些里面的所有的食材都融合在一起。蛋的香味啊，跟那个做结合真的很像。现在越来越成型了，面团均匀度越来越均匀。好，大概这样的均匀度之后，有一点成型了，筋度也跑出来了。现在加个步骤，加糖。我们糖是在后糖法，糖不能在前面加哦，在前面加的话，它那个整个会糊掉。为什么？因为糖会释出一些水分啊，所以说很容易让那个面团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算是水分会比较多一点的那个面包，所以比如说如果说糖你一开始就下去的话，就会比较影响它的那个搅拌的那个时间，而且也比较难搅起来，所以就拉长时间就变成温度也拉长了，温度就会增加那个就是会比较不好，会影响那个面团的形状。一定要让面团成团才可以加糖哦，出筋的就可以加糖。记得要把它冷冻，因为我们要尽量用食材让它保持在低温状态，在搅拌就可以控制我们面团的温度。那是全部的食材都要冷冻吗？还是特定的食材？没有，就是一般如果比如说面粉，面粉就是要冷冻，因为它占大部分，所以如果说下去搅拌面粉就很容易影响到面团的温度，因为我们这个是要花有点时间去做搅拌，所以就是在面粉的部分，还有一些量比较多的一些食材，对，都要稍微避一下，不一定要冰冷冻，它也可以冰冷藏，可以，就是要让那食材的温度降温，这样就可以控制我们面团的温度。好，现在我们再稍微刮一下，让那个面团把那个糖饮的吃进去。我们因为那个糖的部分呢，丢下去之后，它水分会跑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时常去刮那个缸，那个搅拌缸的旁边，尽量持续的去刮它，才会快速融入。我们现在慢慢面团稍微成型了哈，那个潘纳多里这个面包啊，它其实水分多，所以起来一定会很黏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用跟油也好，或是水都可以。可以用点油可能比较不会黏。吃的差不多了，再可以就拿下那个奶油的部分。奶油也是要冰哦，可以冰冷藏，让它保持一个温度。好，现在我们把那个奶油加进来。奶油加进来的时候，顺便加那个一点香草荚酱，我是买香草荚酱，大家可以买香草荚，这也是天然的，那一点点就好，至于要多少由大家自己去做斟酌。我这边的量只有差不多在2颗，2颗而已，差不多1100克左右的面团，所以不用太多。本身面团的味道就很强烈，很香。那香草荚酱或是香草荚，它只是一个提味，提升它的层次味道而已。那一定要加香草？可以不加也没关系啊，但是
在潘纳多里里面的这个意大利面包，它本身在传统里面就有加一点，其实也可以不加啦，不一定要加，这个是看个人啊，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哦。你今天想加任何东西都可以，你也可以加辣椒啊。起来会不会怪怪的？那就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刮一下，让它更快融入那个奶油。好，那我们现在搅拌面团，那等一下最后的步骤就是放那个一些干果类的东西。干果类有限定要什么吗？干果类其实就是刚刚有讲过，也没有什么特别限定，因为面包就是看自己创意发挥。对，如果你想放那个鸡肉啊、豆腐啊，也可以。应该味道不会怎样，只是吃起来是咸的意大利面包。应该意大利面包有加鸡肉。对呀，全世界只有我会这样做。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从头到尾差不多都用慢速、中速、慢速、中速这样去做搅拌。因为意大利面包啊，其实它不用常常用快速，它就是也不会怎样，只是说比较快一点，让它慢慢搅拌均匀比较重要。面团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温度不要提高就好。所以说就是因为它也没有要到很快速的去做搅拌，所以说相对的时间就会拉长。那所以说我们就要送食材，所以说我刚刚讲，我们的食材啊，要有去做备起来之后，把它冰在冰箱冷藏或冷冻。如果说你要冰，如果说你前一天称好的，你就可以先把它冰在冰箱。冰冷冻是有点冷的太冷也不行吧？也没有不行，就是可能会变硬掉啊，或是可能过度低温啊。如果前一天因为要冰一整晚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冰冷藏就好了，就够了。我们这件事只是要让那个食材变低温状态，然后可以抑制在搅拌的温度，这就是我们要的出发点。再搅拌一下就可以了。搅拌到稍微有光滑面，然后奶油都吃进去，然后出筋有薄膜，这样就可以了哦。不能搅拌过头，那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搅拌过头就变得皮的微面团会整个弹，就变成没有张力了。让它有点 Q 弹的意思。对，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已经呈现薄膜了，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后面发酵还是会做翻面的动作。那大家现在看一下薄膜，出现薄膜，这样的薄膜这样就可以了。它的拉开的时候，有稍微慢慢撕开裂开吗？就拉开的时候有稍微一点点锯齿状没关系，一点点，然后又有点平坦的弧度，这样就可以了。大概就是我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种透明的薄膜，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有了，这样就可以了。好，不要太过头搅过头的话，它会整个没有力气。再我们现在就可以放那个干果，把那个干果放进来。是干果放进去一起搅。对。那搅的时候可能要持续的去翻它，让它的干果在快速的在短时间内融入到里面，跟那个面团结合，整个糊在一起这样直接放进来了干果全部倒进来，干果稍微搅一下就关掉，然后稍微把它拉一下，刮一下旁边。里面都是干果。那今天我加的干果就是蔓越莓，还有葡萄跟那个陈皮丁，那个也可以加一些核桃啊之类也是可以只是说在加核桃时候要注意，因为核桃本身它是比较会刮面团它是比较有尖的，所以说要注意，可能会比较容易破坏面团，所以这方面要大家在搅拌的过程要尽量在短时间内让它整个糊在一起。我们这样好了，面团好了，就把这个
拿手帮我喷一下油，这是意大利面团。Q 弹啊，有水那种。在搅拌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多技巧啊，所以就要注意的就是搅拌的过程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好，现在我们那个潘纳多尼意大利面包啊，那面团已经好了啊。然后现在就是要让它做发酵，我们发酵有分2段式发酵，所以先让它做第一次发酵。第一次发酵要几分钟？30分钟。那我们现在做第一次发酵，盖起来。我们现在第3次发酵好了。我们总共花了1小时30分钟，那总共要翻面2次面，再做最后的分割。好，我们1颗都在350克。好，那我们搅拌面呢，得到1000多公克。然后把它分成3颗，然后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模具，来做那个烤培，1颗差不多在350克左右，好，那我们现在切分割完之后，稍微把它整齐一下，可以用这个，这样做旋转滚动，把那个多余的面团往中间挤，那我们现在我们把那个潘纳多尼的面团放进那个我们的生蛋杯里面，那每一颗是350克左右上下，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发酵好了，那至于发酵时间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影片下面，所有的配方跟程序都在下面，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表面涂上打好全蛋的蛋液，轻轻的涂表面。就涂面团的部分就好，不要涂到籽的部分了哈。要涂多少呢？就涂表面就好。那这最主要是要让它表面涂一层那个鸡蛋，全蛋这样。也不能太厚啊。薄薄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帮那个我们的面包潘纳多尼面包割个十字在表面稍微轻割十字。割这个十字的用意就是要让它等一下在烤培的时候有气地方可以跑。你割开它有个出口可以把那个里面的在烤培过程里面的气跑出来，这样才会增加它的膨胀力。那如果说在割的时候，我们刀片如果会粘的话，你可以沾点水，就不会粘，不然就是沾点蛋液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割好了那我们现在做最后的装饰，就可以做烤培的动作。那我们先装饰部分我这边准备一些核桃碎。那你要装饰杏仁片什么都可以，不一定要核桃碎。表面撒一下。好，现在我们已经撒完那个核桃碎了，那我们再来挤上我们的糖霜因为糖霜它是会往外流，所以我们就是挤在它中间。那就可以了不用挤太多。好，那我们再撒上糖粉，
早上他们就可以进去烤焙了。好，我们那个圣诞面包完成。耶！哦，好，这个就是为大家示范的那个潘纳多尼那个，我用那个中种法的方式去做这一块这个季节性的圣诞面包，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个所有的制作方法会在影片下面。那我们现在已经插好它底层，已经插好那个2根铁，这2根要插，等一下要倒挂，要不然它会缩回去。我会拍一些片段哦，放在影片上，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倒挂。那今天我们的那个潘纳多尼意大利圣诞面包，帮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还有记得做储存动作。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会一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回复。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部影片，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